那几秒皱起来的鼻子，比任何精心设计的舞台都致命。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种全网都在跳的舞，明星们跟不跟，什么时候跟，怎么跟，本身就变成了一场无声的人设考试。跟得太快显得刻意，跟得太慢又被说断网，跟得不好那是业务能力问题，跟得太好反而少了点活人味儿。所以当我刷到谭健次那条视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其实不是哇好可爱，我的第一反应是哦，这人网速可以啊。印尼咳嗽手势舞这玩意儿火起来其实也就那么几天的事，从东南亚那边的短视频平台开始蔓延，跨过语言，跨过国界，变成一种谁都能比划两下的肢体暗号。你不需要会跳舞，不需要卡什么高难度节拍，你只需要对着镜头，把手指头那么一收一放，配合着那种假装咳嗽的节奏，做出咳嗨嗨的手势就行了。简单吗？简单，但越简单的东西越藏不住人。你想啊，那些编排复杂的舞蹈，有队形，有走位，有灯光，有运镜，你看的是一个作品。可这种手势舞不一样，它几乎没有给你任何躲藏的空间。镜头对着你，动作就那几个，你所有的微表情、小习惯、下意识反应，全都被放大在那么十几秒里。所以很多明星跳这个，你会觉得完成了，任务交了，标准、正确，甚至可以说挑不出毛病。但你就是记不住，划过去了，3秒钟之后，你脑子里什么画面都留不下。谭健次那条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呢？我试着给你描述一下。前面那几秒，它其实是正常的，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手势舞视频里都能看到的执行，手抬起来，手指拳一下，配合那个咳嗽的节奏点，一下、2下、3下。表情也是那种我在认真做这件事，但又知道这件事本身挺傻的微微带笑的状态。如果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他大概会收获一个谭健次也跳了的标签，然后安静地沉进信息流里。但是最后那几秒，他皱了一下鼻子，就皱了一下，不是那种设计好的对着镜子练过800遍的可爱表情管理，不是综艺里那种我现在要做一个萌的动作，大家快截图的刻意，是那种怎么说呢，像是他自己跳着跳着，突然觉得我在干嘛，然后脸上一阵不受控制的小表情就冒出来了，鼻子皱起来，眼睛微微眯了一下，嘴角那个弧度带着点不好意思，又带着点算了反正都这样了的坦然。就那么2-3秒，我反复看了大概有7-8遍，不是夸张，是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皱鼻子太真了。我们这代人看明星看的太多了，多到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动过滤系统，谁在营业，谁在敷衍，谁是真心觉得好玩，谁是在完成 KPI， 我们其实一眼就能分辨。不是说我们有多厉害，是假的看太多了，真的出现的时候，反而像沙漠里突然看见一汪水，会愣住。谭健次那个皱鼻子，就是那汪水，它不在任何设计的范畴里。它不是编舞老师写的此处请做一个可爱表情，不是经纪人提醒的结尾记得给一个记忆点，它就是一个人在做一件稍微有点傻的事情时，身体自己给出的反应。这种反应你装不出来，或者说你就算想装出来的那个版本，观众也一眼就能看穿。所以我说他网速快，其实不只是在说他跟上了这个热点。你仔细想想，印尼咳嗽手势舞这个东西，它本质上是一个梗，它不是一个正经舞蹈，它更像是一个互联网玩笑的肢体化表达。你要跳它，你得先懂它为什么好笑，你得先接受我在做一件很蠢但大家觉得很好玩的事。这个前提，很多偶像演员是放不下这个前提的。他们的职业训练让他们习惯了每一个动作都要好看，每一帧都要能截图当壁纸，让他们对着镜头做咳嗽手势，他们内心大概是有那么一丝抗拒的，不是抗拒这件事本身，是抗拒不那么完美的出现在画面里。但谭健次没有那个包袱，或者说他在那10几秒里把那个包袱放下了。他跳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种松弛，不是我很松弛的表演型松弛，是真的觉得这玩意儿挺好玩我试试的那种松弛。手指头的动作带着一点点不熟练的笨拙，节奏卡的不是100%精准，但就是那种笨拙和微小的偏差，让整个画面活了过来。然后那个皱鼻子，就是松弛到了极点之后，身体最诚实的反馈我在干嘛呀，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后来去翻了一下评论区，发现大家的反应跟我差不多，不是那种哥哥好帅、舞台王者之类的标准控评话术，是那种带着点失控的、语无伦次的兴奋。那个鼻子是怎么回事啊？最后3秒我要截图设成屏保，他是不是自己跳着跳着也绷不住了？这种可爱是合法的吗？你看，当一个人给出真实的、不设防的反应时，观众回馈的也是真实的、不设防的喜欢。不需要话术，不需要组织语言，就是那种被突然戳中了之后啊一声的本能。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到底在追星的过程中，在追什么？是那张脸吗？
是那些角色吗？是舞台上灯光打下来那一刻的耀眼吗？当然是。但不全是真正让一个人从好看的公众人物变成我心里有位置的人的，往往是那些缝隙里的瞬间。是采访里突然走神的那一秒，是直播里打了个哈欠赶紧捂嘴的那个动作，是跳完一个很蠢的手势舞之后控制不住地皱了一下鼻子那些瞬间里，他不是一个艺人。他就是一个26、7岁的男生，在做一件有点好笑的事情，然后自己被自己逗到了。这种东西比任何精修图、任何100万直拍、任何精心策划的宠粉环节都珍贵，因为它不可复制、不可量产、不可预告。你没法跟团队说下次直播的时候给我安排一个 spontaneity 环节，它只能发生，不能被制造。所以那条视频我到现在还留着，不是存在什么檀健次物料合集的文件夹里，是存在手机相册最前面那种。偶尔无聊的时候翻出来看2秒，看那个鼻子皱起来，然后笑一下，话走就这么简单。你说印尼咳嗽手势舞本身有什么艺术价值吗？没有。你说它有什么深刻内涵吗？也没有。它就是一个互联网时代里最普通不过的大家一起做个傻事的社交游戏，但偏偏就是在这种最没有意义的、最不需要专业度的、最接近玩的事情里，一个人最本真的质地会不小心露出来。檀健次的质地在那几秒里是软的，是带着点不好意思的，是我知道这很傻，但我还是做了，而且我被自己蠢到了的那种坦诚。这就够了，真的，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它永远完美，不需要它每一个手势都精准到毫米，不需要他永远知道镜头在哪里，光从哪个方向打过来，这个角度下颌线最好看。我们只需要他偶尔皱一下鼻子，就那一下，比什么都值。窗外的天快黑了，我关掉手机屏幕，那个皱鼻子的画面还留在视网膜上，像一颗很小的暖色调的星星。明天大概又会有新的手势舞火起来，又会有新的梗、新的挑战、新的全网模仿。信息流永远在滚动，热度永远在更迭。今天被讨论的事情，明天就会被遗忘，但那几秒不会，至少在我这里不会。那个皱起来的鼻子会一直待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小小的，带着一点不好意思的弧度，像一个人在很认真的做一件很不重要的事情，然后被自己逗乐了，多好啊！